就问谁懂啊？伊朗战争这一打，直接炸断了全世界的能源脊梁。这第一个倒霉蛋呢，就是全球燃油车行业了。可是有人哭呢，就有人笑啊。伊朗战争硬生生给咱们中国的汽车炸出了一座通往世界霸主的金矿。各位想一下就明白了啊，霍尔木兹封锁导致能源危机，汽车油价暴涨呢，普通人就想着不能再买纯油汽车了。如此逻辑就直接敲响了日美德那些百年车企的丧钟。这听起来很像个笑话，很可惜呢，这是正在发生的核弹级别的行业大变革。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夜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五人，感谢你的关注、点赞和留言，你的举手之劳呢，对我非常重要。今天咱们呢，就用大白话拆解一下啊，为什么这场伊朗的战争呢，会让全世界像溺水的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命的往中国制造身上靠啊？为什么这个比亚迪、小米还有那些中国电车正像收割机一样啊，疯狂抢占全球的市场份额？要说这其中的导火索呢，那就是油价了。布伦特的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甚至突破了140美元。什么概念呢？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时候你开着一辆 V6 或者 V8 的油车在柏林或者洛杉矶的街头，那就不是在开车，那是每一脚油门都在往外喷这个美元啊。你看现在欧洲那些老哥加一箱油估计得花掉1周的工资，排队的长龙能绕着布兰登堡门3圈。这个时候如果你告诉他有一辆来自中国的电车，补能成本啊只要油车的10几分之一，而且充电5分钟就能跑上个几百公里，你觉得他会为了所谓的产业尊严继续挨饿呢，还是果断给中国汽车刷卡呢？还有一个点啊，这场能源危机根本就不是什么短期波动，它是全球交易体系的强制性重启。以前大家买电车是看补贴看环保，现在呢，很多人买电车就是看能不能活命了。这个时候，那些高喊着取消电车补贴、严防死守中国电车的欧美国家，脸被打的得有多疼啊！就像德国政府前阵子刚说要砍补贴，结果石油断供不到1个月，立马就自扇耳光，重启了30亿欧元的电车补贴，还水灵灵的啊把咱们中国品牌也列了进去。为什么呀？因为再不让中国电车进来，他们的通胀就要爆表了，老百姓这个时候就得掀桌子了。那么这个事儿的底层逻辑在哪儿呢？为什么全世界这个时候只能指望中国呢？因为啊，26年全球供应链呢已经薄的像一张纸了。因为美伊冲突的爆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封锁，全球的航运和能源成本直接原地起飞了。这个时候，西方那些引以为傲的全球分工模式瞬间就变成他们的窒息点了。你看斯泰兰蒂斯这种全球能前4的汽车巨头，半年时间居然能亏掉1550个亿。1550个亿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半年时间亏掉了10个比亚迪的年利润，亏掉了3艘航母的造价。如果你再把这些百元大钞啊铺在地上，就能绕地球好几圈呢。为什么会亏成这样呢？因为他们缺零件、缺铝材、缺芯片、缺电池啊。他们那套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供应链，一旦遭遇战争，就成了断线的风筝了。但是这时候你再看看咱们中国工厂在干嘛啊？西安、长沙、合肥那些汽车厂依然灯火通明。这就是咱们中国制造最硬核的底气了，全产业链闭环。咱们有啊受国家调控的稳定能源，咱们也有自己生产的芯片，咱们还有全球最完整的电池供应链。当别人连个螺丝钉都要跨洋运输的时候，咱们在方圆50公里内就能凑齐一辆车的所有零件。这个时候啊，中国制造就不再仅仅是低成本的代名词了，它变成了全球在这个动荡年代里唯一的避风港了。咱们再看一组亮瞎眼的数据啊，26年的第一季度，在大家体感经济最冷的时候，中国乘用车的出口居然暴涨了 44.9%，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直接翻了1倍。比亚迪现在是什么概念呢？它已经不仅仅在国内卷了，它是在全球地图上划线。比亚迪已经进入了全球113个市场，在20多个国家直接把特斯拉给干趴下了。连一向高傲的英国人现在也开始大批量采购比亚迪了。为什么呢？
因为比亚迪这种垂直整合能力，让它的单车成本比同行低了整整几万块。在$140油价背景下，这几万块的差价加上后续的使用成本，那就是真香定律的终极体现。我不是比亚迪的粉丝，我不吹比亚迪，相反呢，我很喜欢 AMG， 我也是 AMG 的车主。不过近期呢，比亚迪新车 Z9 GT 上市欧洲了，价格超过了10万欧元。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位在欧洲能买什么车啊？像保时捷 Taycan、718 GTS、奥迪的 RSQ8、奔驰 GLE， 当然还有宝马那一众 M 系列的性能车。除了比亚迪，还有小米和理想。大家也知道啊，小米在中国国内是不愁卖的，而且还有一款苏七 Ultra 的性能轿跑那是途牛宰马。不过呢，我说小米和理想，就会有人问了，小米和理想这些汽车没有出海是不是可以用长城、吉利这些出海做得不错的品牌来举例更合适这些品牌当然合适但是有个事儿非常能体现国外的有钱人很认可小米和理想。比如小米速七 Ultra 在中国二手车的价格一度濒临崩溃但是从今年开始呢，水涨船高了。这就是因为很多外国有钱人喜欢在中国大肆搜刮二手车，出口到国外去。毕竟性能摆在这儿就连福特的总裁和法拉利都买回去一辆。理想也是差不多的道理智能化，舒适度拉满。不是所有的大款都喜欢引擎噪音的，这叫什么呢？这叫东升西落，在汽车行业里的完美投射。日韩那些品牌现在在东南亚拉美市场简直就被揍到吐血了。以前东南亚是日系车的后花园，现在你再去曼谷车展看看，围在比亚迪和长城展位前的订单多到系统都要被干瘫痪了。那么朋友们，这个逻辑究竟在哪儿你要知道以前全世界推广新能源靠的是政客的 PPT， 靠的是碳中和这种遥远的口号。但是到了2026年推进全世界买中国电车的动力变成了每个人的钱包了。这就是我常说的降级叙事。降级的是油车的面子，升级是电车的里子。咱们算笔账在土耳其今年2月加满一箱油只要几十美金，到了3月就要100多美金。然而中国的充电桩充电呢，价格居然一点没变。这种极度的确定性就是中国电车统治世界的核武器了。而且26年是咱们中国新能源技术直接封神的一年，半固态电池量产了，800伏高压快充成标配了。以前大家担心里程焦虑，现在充电5分钟就能补能500公里，续航动不动就1000公里往上了。这个时候燃油车那点所谓的机械美感，在绝对的性价比和极致的智能体验面前简直弱爆了。说到底，这场战争只是催化剂背后真正的逻辑是中国已经掌握了21世纪全球主权的权杖，这就是生产力的最高形态。谁掌握了能源分配权，谁就掌握了智能出行的决定权，谁就是老大了。以前咱们给外资品牌打工是他们的顶级丫鬟，现在呢，大众要找小鹏买技术，奥迪要买上汽的平台，连丰田都要和比亚迪合资了。这种反向的技术输出呢，在5年前谁敢信2026年中国新能源海外销量占比已经奔着 30% 去了。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卖车，咱们在输出中国的标准，中国的充电网络，中国的智能驾驶算法。这就好比当年的美元石油体系，现在呢，咱们正在建立一套属于中国制造的电能加算法的体系。只要你开着中国电车，你就用的是中国的导航，你的数据跑在中国的服务器上，你的补能逻辑就得跟着中国走这种统治力可比单纯卖几辆车要可怕得多讲了这么多的宏大叙事最后咱们自己落到实处，这事儿呢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看明白既然全世界都在依赖中国制造，既然中国车企在海外赚得盆满钵满，那咱们国内的就业，咱们的产业升级就有了最坚实的后盾了。但是与此同时，你也要看到风险巨头们打架，咱们这些普通人要学会资产对冲。就像杭州那个房产商，买房就送2斤黄金，最后房价跌了 35%， 结果2斤黄金涨了 1.5 倍，客户居然没有亏钱这说明啥？说明在动荡的2026年，传统资产逻辑全变了。那些掌握了核心技术的中国硬科技公司才是未来10年的财富运钞机。
如果你还盯着那点 K 线图啊，不如去看看咱们中国港口那些排队出海的滚装船，那上面装的不是汽车，那可是中国制造业吞并世界的决心。朋友们，时代变了啊！当第一枚导弹在伊朗上空炸响的时候，旧的工业秩序就已经坍塌了。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盯着东方，而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在键盘上敲恭喜发财了，而是要看清这波史无前例的财富大迁徙。这不仅仅是车企的保卫战啊，这是咱们每个普通人财富逻辑的重塑期。视频的最后我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是中国制造业统治世界的开始，还是全球动荡的一个插曲呢？你手里的钱是准备拿去给油车交最后一份智商税，还是准备跟中国新能源的快车去搏一把未来的10年呢？别被眼前的迷雾迷了眼啊！记住，这个连巴菲特都要囤3500亿现金避险的年代，唯一让你 hold 住未来的，只有对底层逻辑的绝对清醒。你说这场仗打到底，最后笑得最开心的会是谁呢？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我是武人，感谢各位的观看、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